好，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刚刚热腾腾的，就是小雪刚刚再花了点时间把所有非中文语系的卡片全都翻译成了中文。对，那再加上一些本来就是中文的卡片，这一次有我算算1、2、3、4、5、6、7、8、9、10。加 token 总共10张的卡片，好，那就带大家一起看。首先是我们的第一张卡片，玛纳利亚剑士欧文。对，那欧文的话，如果有看过动画的，应该会知道他算是就是公主的同学兼守护者的那种感觉。对，那这张卡是333金卡守护，交战时使自己的所有手牌发动一次魔力增幅。所以简单的说，因为它是守护，不是途径，所以你只要怎么讲，只要有人跟你对打，那对手就是也可以帮你刷魔力增幅的意思。但是进化时会直接抽2张从者，就是我觉得这是各大职业都很需要的检索牌啊，就是像艾米莉亚好了，皇家艾米莉亚也是抽2张皇家从者，但是它有检索，就是强制是皇家的。对，但巫师的话，因为它其实法术居多，反而人会比较少一点点。基本上巫师的人呢，以目前来讲，就只放了安安、月月跟那个谁，跟威廉而已。所以我觉得这张卡其实就不管放在哪一个体系啊，你想放在土法还是放在增幅，其实都蛮有用的。就光是那个检索，只是缺点就是要压进化点。那你会不会把进化点压在他的身上？就是确实有待商榷，但其实如果你今天有一个3+2的节奏，2倍法术一堆啊，所以我觉得是张蛮强的卡。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不管是哪个体系都必定放满的一张。再是我们的主教金卡法术疯狂的恩宠，回复自己的主战者10点生命值，使自己获得文章疯狂的恩宠。那这个文章是倒数2，先获取对自己的主战者造成10点伤害，你自动翻成中文的形状，脑袋会自动转过来了。那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你2倍丢下去，你就可以直接拿10点血。对，就是有点我先跟你借血的意思，那就是有点加10，2回合后减10。对，那因为文章这个东西呢，它是不能叠的，所以呢，你只要在就是下一回合再丢1张疯狂的恩宠，你就等于说是白嫖10点血。所以疯狂的恩宠你基本上至少要带2到3以上。那这张主教会不会带呢？我觉得是铁定是可以考虑带的，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一来是它费用不卡，二来是就是如果你在就是克阳斩杀腾啊，就是去借了这一点血，说不定你就可以让你返场了。因为我觉得这张法术非常的强，而如果你有2张以上搭配到就不错。可是如果你就是丢的时机不对，反而有可能自杀。这确实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但是大家在使用这张疯狂的恩宠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再来是下一张是我们的那个龙族职业红卡844绚烂的凤凰后奖。那后奖我这边就是翻小凤，那我可以叫小凤啊，还是凤奖都可以。对，那它是龙族的红卡，入场时使自己牌组中的所有卡片的消费减半。对，那因为我们前几天有介绍过那个龙族的法术，6费可以让1张消费减2，那其实等于是我们7费的时候就可以把那个这只后奖给丢下去了。那它丢下去的瞬间，就是虽然说没有什么正常能力，但是它可以直接让你的卡片消费减半。那如果说就是真的跳得顺的情况下，再搭配那张6，再搭配后奖，其实算是一个后期可以打超大场面的一个，也蛮恶心的一个状态。因为如果说你真的是实打实的，完全没有抽到跳费，对，很惨的，只有8费才能上，那我觉得你会比较偏向想下卧龙啦。但是如果你前期跳飞龙有跳到，你去放小凤，想想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对，假如说你今天是7费的小凤，8费，你可以丢
2张原始生命是原始消费是8的，你就可以2组卧龙 ，Oh my god，超恶心，超恶心，想想就觉得恶心。对，就是我觉得龙族，小凤是绝对能救起龙族的一张关键卡。对，我觉得呢，可以考虑多放一下，一定要放，一定要放，没错。好，下一张卡片一样是我们的龙族从者，那它是755的金卡沧海的裁决，我觉得打错了，先不用在意这件事情。那它的这个，不囧是那个翻译是翻海王星，但是我觉得翻海王星怪怪的，所以我就直接翻成音译叫涅普顿。对，那龙族从者入场取使自己获得文章沧海的裁决涅普顿，召唤2张大海的虎鲸到我们自己的战场上，但是守护。它本身带一个755守护，那大海的虎鲸呢是2张22途径，给大家看一下。大海的虎鲸同卡222，大海从者有自带一个途径，然后它我这边忘记翻字，对不起。对，超进化时会召唤2个大海的虎鲸，所以等于说它入场取755先叫2只虎鲸，然后呢，再来2只虎鲸，因为是大海从者进场会帮你拿一血，在你超进化时再召唤2张大海的虎鲸，你就1只755跟4只虎鲸。然后四只虎鲸全部带途径，那我觉得这刚好也是龙族7turn会蛮缺的一个可以战场可以解牌的卡片。对，如果对方都给你丢小牙签，有没有？例如说精灵你就把它全部撞掉，你还是可以全部留个一堆1在场上。对，然后呢，再重点是我们自己的这只涅普顿是守护，那你如果是超进化的话，会变成一个88的体质。因为我觉得其实还蛮难解的，我自己是会觉得说，如果你要把场清干净，应该是蛮难清干净的。那如果这样清不干净，等一下button我们如果这里已经是开过小缝的状况，我们就可以再加个几只卧龙还是什么，就挺舒服的。我觉得是真的是挺舒服的，对，然后就是它超进化时再叫2只虎鲸会再奶2血，所以它一回合最多会奶4血。我是觉得真的是蛮恶心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我们目前在玩的那把扇子乙姬的宝扇叫出来的乙姬禁卫队也是海洋从者哦，也是海洋从者哦。但是我觉得会不会搭配到是个问题，因为你护符会卡场。所以你其实是可以考虑不压超进货我觉得好像会压我是觉得可能会考虑压，对，因为那个护符本身其实挺卡场的，对，但是你确实可以做到大后期，假如说这张棋变一半，它是会，我记得是无条件进入法了，就如果说它是7费变一半会变4费，我记得是变4费，4费丢下去，然后再加一个点3叫一只乙姬禁卫队，有2个守护，也是一个办法。那这种时候就不压超进化，这样子可以考虑搭啦，没错。然后再来是看一下下一张是我们的复仇者的红卡533体质交响之星思维呢，他们的日文是念那个子白。对，所以就是我刚刚在弄翻译的时候，就是它有跳出2种翻译，叫姿怀或姿维。对，那我觉得她是个可爱的妹妹，所以我就给她翻姿维。那正式上线名称就以官方为主。复仇者的从者入场取是一张维多利亚卡片进入自己的场上，当自己的人偶从者进场时，该从者会获得守护能力。533本身就是，其实我觉得体质没有到特别的好，但因为它会再叫一个人偶从者，所以我觉得算是中规中矩。对，那复仇者5费确实也没有什么东西打，就人偶轴来看的话，也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所以会考虑入吗？是可以，我就是可以考虑入，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针对这个，然后从者进入战场会获得守护。那维多利亚的话是复仇者的从者，那它的类型是人偶，这个我忘了打，不好意思，就补充一下。本身自带途径攻击时，如果此卡攻击从者，则对手获得差点伤害。
超越兹卡能力，但他是攻击时，所以就他攻击时有办法，就是几乎是直接把一只怪杀掉。对，那这种五腾情况会遇到什么？例如说，我们五腾遇到皇家，可能会王断天宫加一个2之类的。对，那这种时候他有一个6-1加途径加守护，对，就可以直接把他王断的那个天宫给杀掉。还是说可以把那个，复仇者内战的时候要把那个谁，伊布兹诺伊诺基什，你叫什么？叫啥？对，反正复仇天宫他应该也是杀得掉，因为有时候有些东西真的蛮讨厌的。我觉得可以杀蛮多东西，算只能杀一只，但是毕竟这一张卡蛮不耗进化点的。那如果你有其他人偶从者丢下去，也可以拿到守护。那这张的好处是不会被破坏。那如果你遇到快攻的，你也可以考虑丢几只零费的小人偶去扛个快。我觉得就是这版本完全不想让你打快攻，就新增的卡片完全都是扛快的，我完全都是都是那个扛快的，那就是谁都可以杀，所以我觉得不倒差。那五趟的节奏会不会放，就是看对方的铺场能力怎样。因为如果对方铺的很厉害，你其实这2只丢下去，你压个进化点节2可能也还好。对，但是你要说这张有到弱吗？我觉得没有到弱。那你说我要强吗？6-1说真的不难解，6-1说真的不难解，也不会强到哪去。这也是一个波神下去就会再见的体质，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是复仇者的法术6费，叫做有心的共斗。对，那这一次看到这一张会有一种原来难道其实那个奥契斯跟兹维是姐妹吗？看起来挺像，有没有很像双子的感觉？然后刚好人偶也是一对的。对，那这一张卡是复仇者法术，会召唤一张洛伊德跟一张维多利亚到战场上。那6费战场2只，洛伊德有就是守护。洛伊德我们有鸡翅吗？我确定一下，我不确定我们现在洛伊德的鸡翅是他本来就有的，还是奥契斯给的。稍微看一下这个卡面镀闪，本来没有鸡翅，就是16守护，16守护必杀。有必杀吗？还是也没必杀？我偷看一下，不好意思。奥契斯给吉持，那他的必杀呢？也是奥契斯给的，都没有，也没必杀。就是15守护强制，就是指定自己嘲讽，是不是 ？OK。6探的话，拿到一只，就是你多少？我再偷看一下，对不起。6-1途径，再加一只15的守护 and 嘲讽，看起来是挺慷慨的。虽然说6面来讲这个场是不大，然后说真的，但是因为人偶我们会想办法去拿人偶，所以你要说会到完全没用吗？我觉得不会，因为人偶轴的体系就是一个层次非常好去结场的东西，所以我其实本来就不担心复仇者他们的那个人偶会太少，毕竟你丢了这张6费法术，你手上如果有扣0还是可以去用。那洛伊德有嘲讽的状况也是还是可以扛快啊。3丢张法术没有必杀，6-1途径加16守护，就感觉偏结场，就偏结场跟扛快啦。就毕竟如果说像我们现在在打剑圣皇啊，他给你丢一个有幸的共斗，那你不用打，真的不用打了。而且重点是你还要过洛伊德，你才能打维多利亚，不然你就是要走烧场，你可能就得缴一点东西掉，你知道吗？就是虽然说6-1不难解，但是你要想办法解它。你如果要用到2张卡，对我们的手牌是很亏的。我只能说，可能本身对我们要返场可能不到特别强，但是干扰性极强。会放吗？我觉得可以考虑放，但真的是以完全结场能力跟有用的能力来讲，我觉得希尔维亚可能会更强一点。只是这张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压进化点，然后你可以占个场这样子。好，下一张流入堕入的冥河卡罗。
它是梦魇的从者，入场曲会进行王者召唤2以及王者召唤1啊，因为它只有5费呢，5费就可以王召2、王召1，我觉得对于铺场来讲是个蛮不错的东西。对，当我方的王者从者登场时，该角色会获得守护。获得守护，我们现在1有谁，2有谁？想想，我们1可能，我想想，1吗？1好像没东西打2的话密诺吧，密诺之类的，还是木乃伊啊？木乃伊2，感觉还行木乃伊，它可以就是快攻体系用，对，但是中速也可以，而且算是一个5费成长。但你要说它强吗？我觉得狼哥强一点。超进化时会获得一个文章。文章效果倒数2，这一回合开始时，王者召唤3，王者召唤3有谁？开始思考骷髅对，骷髅也是可以。拿一个守护骷髅，逼你用那种群解 LE 去解。一样塞蝙蝠，可是没有给途径，是给守护，所以我觉得还好。最强应该是小狗妹哦。可以耶，小狗妹本身也有守护，可是这守护就等于说等于没有拿。可是它王者召唤，因为它入场去王者召唤2，所以你可以小狗妹进化，然后去做一个结场，其实还行。骷髅也能拉，3费1、2的骷髅妹哦。不过如果就是这张加进去，会想加骷髅妹吗？是个问题。王者召唤3，我们可以先把那个骷髅妹弄死。对自己死者或连把骷髅妹弄死，然后每个回合开始就会召一只骷髅妹。只能说，如果这样玩哦，要的应该是之后弄死之后的那个小骷髅了。这张要放3吗？我觉得要看其他补的卡片怎样，因为这张战场能力还不错，会考虑放，真的会考虑放。但缺点是，我觉得他会跟狼哥抢位置。我们还是要看他新加入的那个梦魇的小费用的从者到底有没有更有用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现在梦魇的从者是不到太差，但前期的场确实很弱。对，王召规则是往下召费用最高的，所以说如果你今天王召3，然后你没有丢过骷髅妹，那他就会叫狗妹。小狗妹，对，就是跟大家讲一下王召规则，就是说他写个王者召唤8，那他会优先找你的那个墓地里有没有8的从者，如果你没有8，就会往7、6、5、4、3开始去找，所以你的王召会召谁，是看你谁死过，然后从那个数字往下找，所以王召1可以召0或1。感觉是搭不了狗妹吗？目前我们1费应该就只有米米可可。对，我自己的想法是这一张卡就是在狗妹丢完之后啊，然后他可能一路上去召2、召1，可能可以拉出一只小狗狗，拉出一只小狗妹跟米米可可之类的，感觉有点靠塞。可能你就只差几点智商的时候可以考虑看看，我个人的感觉。有木可以车，确实，因为现在我们的葬送体系本身蛮大的问题是木常常吃不够，所以你会不想放太多东西，就是给狗妹吃就好，会相对稳定。有些人就是啊，你今天要给小狗妹吃木啊，又要给死灵天宫吃木，然后我们的狗妹也要吃木，全都再给我吃木，然后你狗妹丢下去没有木能吃的时候，你就会很尴尬这样。但比较偏节奏牌啦，就是再怎么样，这张卡的战场能力都比狼哥强啊。狼哥强的是结场，那个扫七结场。然后超进化可以照新的金卡，我可以照那个罗拉，之类的。但罗拉会不会活着是个问题，因为罗拉效果也要超进化才能拿。如果你单纯看上他的必杀，我觉得是不错，可以做到8 turn 15点的斩杀哦。5拉出来，7出来，3-2战场这样子之类的，对吧？因为罗拉要超进化，而且他自己也要超进化，我觉得
你会不会把超进化压在卡隆身上？我觉得是件存疑的事情。你要压，应该也是压给狗妹吧？除非说我们梦魇又出了更强的从者，超进化时是可以斩杀对面的，你可能会想压。但我觉得它的超进化效果是你没有东西能压，你才会考虑压它超进化。回合开始才开始找哦，确实，对啊，就狼哥的优点是你丢下去不耗进化点啊。那你的2颗紫豆，你应该还是会给狗妹耶，我觉得啦。我觉得就是你没抽到狗妹的情况下，你才会去压卡隆超进化，然后就每回合王兆3，然后王兆3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就是更好的选择。那如果你今天就是死掉的3费从者有2种以上，就是抽奖，就有点像你现在就是狗妹啊，中米米或撞可可都撞好了，那王兆就是他会随机抽签。我这手抽到了米米2只。然后我这手抽到了可可2只，这样子，他抽签游戏。好，最后一张是雷火双城弗尼卡尔跟雅芬哈尔。对，那他是中立的从者，爆能强化我会使这一张从者进化。谢幕取时，如果这张卡已经进化了，敌方会从敌方场上从者随机一位造成4点伤害。我觉得无碳进化当一个我们可以不用手压进化的单节，会还行吗？我想想，无碳会遇到什么？王断天宫进化铺场，完全不会想要，完全不会想丢，没有什么解场能力耶。感觉波神还是强一点。对，但是说如果他的场本来就很少东西的话，是可以，还行。对，就是例如说他有丢一只法路特之类的。对，那他进化的话，这张就是你去撞对面，如果我自己死了，法路特会死掉这种感觉。难道是针对法路特生气？好不好用不好说，但在8turn15斩杀是确定的。没有啊，可是我觉得如果主教起飞的话有点难呢，要看还有没有智商。本来可鲁最多靠赛斩13，确实，感觉给王兆吃的。我觉得，总之我觉得这张金卡强度嘛是不长，对，但你要看对面是谁。就是如果说你今天遇到是盾教打4点，还行吗？2只4，威尔伯特下来的情况，你可以拿它解掉威尔伯特那2只。讲完自己都觉得有点可怜。他可以解威尔伯特那2只啦，对，因为他到时候跳下来的从者会变成那个24，对，所以这只单卡可以解2个威尔伯特哦，但是他要消费5 PP。不知道我讲完就觉得有点微妙。就我自己是觉得比较偏微妙的一张卡，但我觉得就大概先这样。他的能力确实是需要爆能物啦，但是一个结场卡吧，我觉得。的体质是没亏的，然后有啦，就是例如说你今天撑到大后期，你在跟人家打泥巴战的时候啊，就是看谁先铺场啊。对，那你今天就自己丢下去会进化结场，可能可以让你翻回场，就是感觉已经打到超进化没东西了的时候，那这张卡确实就会变非常有用。但前期你说有用吗？就结场吧，对结场卡还行。作为一个结场卡双节还行，但是他结场的前提是要送死自己，对。但他能不能顺利送死再打个4点，很微妙。那如果你今天打的东西是精灵，然后他破1排，然后你刚好有2张44以上，你能不能打到那张？那很靠赛，我觉得很靠赛啊。现在别人加我费都没3节，这张最多双节。没有啊，安跟古雷亚不是3节吗？安还是太强了。不过确实啊，就皇家，你说皇家嘛，王断天宫1节，但场面够强啊。然后你说龙吗？龙确实啥都没有。
但是之后会有啊，之后看起来会有，所以好像也不是很担心。那你说复仇吗？复仇5层有王断天宫加那个飞机，这个解得了吗？好像解不了，因为它到时候进化变4流，解不了对吧？就看到时候会遇到什么东西吧。我觉得没有到每一个对局的5层都会遇到能解的东西。嗯，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的新卡点评就先到这边结束，感谢大家。我们晚一点会上影片，大家记得就是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感谢大家。